转眼之间，2020年就要到了呀。我其实大概是在今年寒假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家在今年春节来临之前搬了一次家，在回我以前住过的老房子整理自己房间的时候，我翻出了自己在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写过的日记，用过的作业本和作业纸，一些老照片和以前我用过那些旧手机和旧电脑。我当时在已经停水了的老房子的厕所里，看着已经在积灰的洗手台前面的镜子的我突然间意识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这个房子我居然已经住快13年了。一个是现在居然已经快2019年了，话说这中间到底发生多少事情？还记得在我小学那段时间，爆米花电影和大制作科幻片这种概念还没有被摆到台面上进行讨论，钢铁侠还没上映，漫威复联10年岁月还没有开始发展，当时还比较熟悉的描述了近未来世界的科幻电影，大概也就是2011太空漫游、回到未来、第五元素、银翼杀手老那个版本、人工智能和少数派报告这几部。回头来看这些电影的话，我总是会有一种现在人类的社会科技树是不是发展有点奇怪了这种感觉。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有幻想过说，等到了我上高中上大学的年纪，我们就会有全息影像广告牌，还有飞天汽车，还有克隆人、仿生人这种东西。现实的情况看起来虽然和我们所幻想的有些不一样，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的话，似乎我们也已经身处未来了。那种科幻电影里可以随手拿起来那种触控的透明的玻璃板，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了原型。And we are calling it iPhone。以前只能用按键手机来打一打贪吃蛇、打砖块，现在我们可以用智能手机来做到以前只能在电脑面完成的事情，比如说订机票、订酒店、查地图。我还记得早些时候，我和家里人出去旅游必须要带一个装了凯立德导航的 GPS， 那个 GPS 大小大概跟一个相机的监视器那么多大，这个东西要用吸盘贴在汽车的中控台上面。现在实体 GPS 机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很没存在感的东西。个人电脑的性能在这10几年间不但翻倍，芯片的性能也在翻倍。英特尔早期还被吐槽说是不是用了什么外星技术？当然现在英特尔挤牙膏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说什么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随着人类的算力的提升而得到发展。现在的人工智能能够处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量的数据，随之而来的还有 VR、AR、3D 打印、区块链的进一步成熟发展之类的东西。个人电脑的体积从以前超厚超大，必须要配一个光驱、一个串口和一个水晶头网口，有些电脑还会带一个电话网口，上网都必须要手动拨号，没有电源适配器根本撑不过2个小时以前的状态，进化成了现在只有 Type-C 的全金属外壳，但这扩展物真的很烦，是真的。以前想在家里把电脑搬到我自己房间去用的话，还得拿一根5米长的网线，把电脑从我房间一路接到我家客厅那个唯一连着宽带的网口那里。我家那台电脑的形态也从以前的大屁股 CRT 转到工作站，再到现在的商务本，然后再到现在我在用的这台电脑。操作系统也从早期的 Windows 95到 XP， 然后用到 Vista 到 Windows 7，再到 OS X 和 Windows 10。我们似乎也经历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发展时期。早期互联网社交平台留给我的印象大概就只有带着蓝色下划线的超链接、非主流 GIF 表情包、摩尔庄园、QQ 偷菜、QQ 秀、地下城与勇士、4399、好了123、人人网、天涯论坛、各种网络 meme 和用一个劣质网络摄像头拍视频的教授。现在人人都可以随便用一台带摄像头而且可以跑动抖音或者 B 站的智能手机来成为 UP 主。我们可以随手用智能手机来拍下照片，然后简单处理之后分享到网上，而不是早期还得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导入到电脑上进行处理，然后再打开 IE 打开微博界面。而且还更不用说，现在大部分智能手机的拍照质量已经超过大部分的数码相机。还记得早期那些按键机，他们拍的视频大概只有1万像素左右的格式，还是3GP 格式的超渣画质，而且导出的视频必须要专门关机、拆电池、把储存卡取出来，装到读卡器上才行，而不像现在的手机连后壳都拆不开来。以前想看什么电影，必须要去楼下的影音城买，大部分都是盗版的光碟，插电视机底下的 DVD 播放器或者是电脑光驱来看，然后还得听着电脑里传出来的光盘快速转动的声音，看着 Windows Media Player 缓缓打开。现在我们可以用任何一台可以连上网的智能设备，在任何一个在线平台观看我们想看的电影和视频。稍微扯远一点其实当时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对互联网的接触反而不算很多，而且以前还没有营销号和推送文章这种概念，新闻资讯和信息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子过度碎片化。当时的主要娱乐项目大概就只有那些从邮政局订阅的各种杂志，比如说青年文摘、读者、儿童漫画、实用文摘和知音漫客这些。有时候我还会和我同学跑去报刊亭去买柯南、火影、偷心九月天和阿衰的单行本。当时的报刊亭上面也有很多那种小作坊类型的各种杂志和网络笑话书，现在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而不是专门去买别人
间把这些东西专门印成一本书的东西，而且各种更低运营成本的在线阅读平台的崛起，也使得实体的杂志逐渐落寞了。我们以前没想到自己会加入 WHO， 会举办奥运会，会成为东道主，会举办世博会，我们的国家航天员会上天，我们会有自己的空间站，我们会有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轨道列车会跑得这么快，以前远途旅行只能靠长途巴士和绿皮车的时代结束了，上海会有这么高的楼，香港会有这么长的桥，我们的水稻能够种到非洲去，我们的作家会得诺贝尔奖，我们的传统中医会为世界抗癌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们的互联网企业能够挤进全球各种榜单前10。同时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会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大型流感，这么多次的灾难，而且全球范围内也发生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很奇妙很匪夷所思的事情。马航370，全球范围的恐怖势力的发展，2008年经济飞机，那几个岛的问题，英国脱欧，欧洲难民 Me Too， 枪击事件和特朗普。其实上面这些吐槽看起来都很废话的样子，毕竟这些事情大家谁没经历过，而且在千禧年之前似乎这个世界上也发生过很多类似于这些事情的事情。但是当我在仔细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感觉在这20年来，好像从某个时间点开始，人类的社会和科技水平等等东西突然发生了一种变化，瞬间所有的规则都被重写，以前不太敢想或者根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如果真的要让我明确一下那个转折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是2011到2013年那段期间。对于我自己来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成为了一名中学生，我注册了我的第一个 B 站的账号当然是有点晚哈。我先后用到了我人生中所见过的前3台的智能手机，摩托罗拉 M1632，中兴的一台现在已经忘了型号，还带那种可以插进手机里的触控笔，开机之后还会有3G 的水墨画动画的手机，还有 iPhone 4S， 而且那台 iPhone 4S 还是16GB 储存的版本。同时在那段时间里，这些事情发生了，奥关海同志连任，斯诺登爆料棱镜门事件，利比亚和叙利亚开始打仗，美国人的骚操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全球的政治情况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重新调整。4G 牌照下放，当时人们还得学会熟练的下拉菜单，关掉速率网络，以免一晚上一套房。扬言计划小说开售。然后这段时间的动漫番剧有《命运石头门》、《Fate Zero》、《中二病》、《未来日记》、《未闻花名》、《罪恶王冠》、《小圆》、《进击巨人》、《黑人射手》、《残骸名器》、《境界比方》、KLK、Free、JoJo、Love Live、APH、俺妹、心灵测量者、SAO、翡翠欠片、炎夜之庭、起风了、10万个冷笑话、新游记、师兄魁拔和熊出没。讲真的，这么一整理，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到了。这段时间热门的电影大概有《饥饿游戏》、《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霍比特人》、《复联1》、《加勒比海盗4和5》、《速度与激情5和6》、《地心引力》、《环太平洋》、《变形金刚3》、新版《悲惨世界》、《星球崛起》、《里约大冒险》、《三傻》、《致青春》、《一代宗师》、《小时代》、《人在囧途》和《无人区》。总的来说，这2年好像就是那几部著名的系列片的开篇之年，也就大概是这个时候开始，众多的好莱坞电影制作者开始着重发展中国市场。Finish my Shuhua milk, Donnie. I don't care about your exotic milk. I care about respect. 同时，国内各大视频平台开始发展，优酷推出万万没想到，暴走大事件开播第1季。我还记得当时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把这2部从家里下载好，然后装进 U 盘里面带来学校，用学校的投影仪来放来看。同时 B 站也开始有早期的以动画和网络视频文化为主的论坛型平台，逐渐试图转型为一个具有综合业务能力的网络视频平台。哔哩哔哩半年季和 BML 也相继推出了第1届， iOS 7推出 beta 版本，早期立体感的拟物主义 UI 随之走向终结，很多网站的页面从以前成堆的按钮变成现在大部分的纯色的下拉菜单。同时 Flash 的播放器逐渐被淘汰，手机屏幕越来越大，苹果都开始出了 iPhone 5，乔布斯去世，各种大型的科技公司开始把计算能力的研究思路从比较单纯的设备性能提升转移到机器智能上面，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随着单位设备的性能的增强，互联网数据的爆炸性增长和各类平台规模的扩张而逐渐得到发展。 GPU 加速从早期的概念提出到后来的大规模应用，这之后还被黄仁勋黄老板被评价为2012年是人工智能的复兴元年。各种国内互联网企业开始都要发展，一部分企业甚至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走向海外市场，其中这个结论是回溯现在已经开拓海外市场那些国内企业的历史所得到的。具体例子包括但不限于阿里巴巴、百度、华为和字节跳动科技，是的，就是推出了抖音那一家。当然以上提到这些事件可能早在2011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了发展，但是就比较主观的来说，也就正好是2011到2013年那段时间，这些现象开始逐渐被放大，然后逐渐被受到关注。而且其实这个转折点似乎
在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会被大部分人所注意到，直到回过头去回忆一下的时候，才发现这些巨大变化的存在。不过这个现象也可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呈完美线性的，不知道是不是存在什么巧合，就在某个重要的时间段之内，有一个小群体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同时干了一些关键的事情，或者是这个世界上同时发生一件什么关键的事情，这些事情同时直接或间接推动了这些变化的发生，然后让这个世界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同时，作为一个标准的千禧一代人，我在回顾这近20年期间世界上发生这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有这样子一种感觉，就是感觉这个世界自从进入到千禧年之后，我们这一代人就相当于和这个世界一同成长，发展到了现在这个样子。从前10年早期的探索到后10年的大规模成熟发展，正好应对我们这一代人前10年的天真幼稚到后10年的飞速成长，然后正好在2011年到2013年那个转折点上面，儿童突然变成了青少年，小学生突然变成了初中生，所有人突然进入了青春期，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见证了很多东西，世界变化了很多，观察世界的眼光也变得很多，自己的价值观，比如看待各种问题的方式，也随着个人的成长而变化了很多。对于以前的老问题，我们有了新的看法和答案，为人处事方式也由早期的相对幼稚变为现在更为稳重。如果现在回过头去回顾这一切的话，给人的感觉真的很奇妙。似乎大家也可以自己想一想，你们在2011到2013年这段期间，你们身上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呢？然后我开始猜测下一个转折点在哪。当然我并不是什么很严肃的社会研究专家哈，我无法得出一个很准确的结论，甚至上面我说那个2011到2013年这个转折点的结论都是我自己比较主观的看法。但是如果真的要给我一个估计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今年开始到2020年吧。相信很多和我同时代同年龄的人和我现在一样，在今年也都差不多要成为一个挣扎于学业和社会之间，同时还要考虑未来长远发展的成年人吧。说点关于我自己的东西的话，今年我也遇到了很多很好玩的人，干了很多很好玩的事，然后也经历了很多挫折，经历了很多变化。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也跟一些人完成了一些项目，拍了一些视频，拍了一些照，去了很多很好玩的地方。这一切都很难用1-2句话来简单描述。然后在今年或者是这2年，中美贸易战，华为继中兴之后成为了第2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国企，香港暴乱，英国和欧盟达成脱欧协议，一个联合国的女孩子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能有那么不切实际的憨批存在。How dare you！ 特朗普年末惨遭弹劾，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巴黎圣母院被烧，5G 开始普及，高铁全面推动电子票，人类拍下黑洞照片，袁隆平老先生带头研发的海水稻种植成功，复联4上映，复联10年结束，流浪地球，哪吒妙先生上映，姜子牙宣布定档，国产电影又一次被吹成了复兴时期。B 站的 BW 终于不再是上海区限定， Apple TV 和网飞和迪士尼 Plus 打群架，职业手机也打群架，小岛秀夫再秀夫，这种幻想在重置，许多人成为了博士，星战还在继续拍续集， DC 年末终于找回了一点存在感，等等等等。这些大事件又有多少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呢？我不太好说，毕竟我刚才说过了，我并不是什么很严肃的研究专家，我只是一个一时脑热在做这个视频来吐槽这些现象的卑微 UP 主而已。但是说了这么多废话哈，我至少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是2019年12月末，2020年即将到来。虽然年份这个概念只是人类用于度量时间变化的单位而已，对这个宇宙的发展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但至少所有人可以趁着这个时间点到来之际，来好好总结一下自己的得与失，来回顾一下自己这20年来的自身发展。相信未来总有一堆未知等待着我们，然后打起精神，好好迎接那个未来的转折点吧。鸡汤式的结尾并不是我很喜欢的风格，但是似乎我也没有什么想好说的。毕竟这个视频也是我的一番一时脑热的产物，本身也没啥主题哈，也就只是想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而已。这里是 Mr. Harry， 我们下次再见。